亲子沟通中，要如何表达情感与需求是一门艺术。很多时候，青少年的心里话会被不恰当的方式掩盖，变成愤怒或沉默，而父母的关心可能表达的像是指责或者是催促。这个单元，我们来探讨如何让彼此更好地说出我在意什么，而不是你错在哪儿。一，当你想说的和对方听到的不同时，就会造成情感的误解。沟通的问题往往不是说和听出了差错，而是理解跑偏了。尤其是当青少年想表达情绪时，语言跟情感之间的落差特别容易引发误解。国3的佳佳最近压力很大，数学考砸了，她气冲冲地对妈妈说：“我再也不想去补习班了。”妈妈瞬间爆炸：“什么叫做不想去？这么贵的补习班，你说不去就不去哦？”佳佳委屈得要哭：“我就是不想再被骂，我没办法专心了。”这场风暴的真相是，佳佳其实想表达：我最近真的有点累，压力让我无法好好学习。可是她的语言中没有情绪的具体描述，只有愤怒的结论。妈妈听见的就是抗拒，却没有捕捉到她背后的情感需求。如果能够用清楚的方式表达情绪，就能避免让话语成为误会制造机。2，传递感受的技巧是说出我的感受，而不是你的错。大多数冲突都是因为指责性的语言导致对方防御性的爆发。相反的，如果学会用我感觉开头的表达方式，就能够让对话变得柔和，而且更具有建设性。看到环墙的房间像战场一样，妈妈忍无可忍，冲口而出：“你怎么总是这么懒？房间这么乱也不收。”环墙气鼓鼓的回嘴：“我哪有那么懒？房间是我的，我爱怎么样你管得着吗？”如果妈妈改变方式呢？“小强，最近我看到你房间有点乱，我会觉得担心，因为这样可能找不到重要的东西，能不能花点时间整理一下？”这样的语气让小强觉得不是在被攻击，而是被提醒。他虽然嘴上抱怨，但可能一边嘟囔一边收拾。学会用我感觉、我担心开头，而不是你怎么这样，或是你为什么不，能够降低对方的防御心态，让沟通更有效果。3，用幽默拆解尴尬与对抗。沟通中加入幽默，不仅能够缓解紧张的气氛，还能帮助彼此更轻松地表达需求。美玲每天放学后都在打手机游戏，妈妈忍不住唠叨：“你不怕手机游戏把你脑子打坏啊？我看你都快打成游戏的角色了。”美玲不悦地回答：“妈，你懂什么啦？这可是我的放松时间。”这时，如果妈妈带一点幽默感，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哦。妈妈可以笑着说：“那我们来比赛，我用打扫厨房这款家务版手机游戏，看能不能够赢你这款。”美玲愣了一下，忍不住笑了：“好啦好啦，我还是去写作业吧，不然真比不过你了。”当孩子处于对抗模式时，
轻松幽默的表达能够打开局面，避免进一步的冲突扩大。4. 表达需求要像点餐一样清楚仔细。表达需求模糊的语言容易引发误解或者忽视，学会具体而且清晰的表达需求，就像去餐厅点菜一样，直接说出我要什么，而不是期待别人来猜你的心思。俊宇的生日快到了，他很想和同学办个生日派对，但是又害怕妈妈不同意，于是他支支吾吾地说：妈，你觉得我这次生日能做点不一样的吗？妈妈一边忙着做饭一边回：当然可以呀，随便你好了。结果俊宇激动地邀请10几个同学回家，弄得妈妈措手不及。如果俊宇学会清晰的表达，对话就会变成这样哦：妈，我想邀请5个好朋友来家里过生日，可以吗？我会和他们一起准备食物，还有清理。妈妈听了后也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回应，而不是在完全没有概念的情况下被动面对。在表达需求时，越具体清楚越好，让对方知道你期待的是什么。5. 情感表达要避免用读心术与大绝句。有些父母和孩子在表达情感时，会不自觉地用读心术，自以为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或是大绝句，就是极端化的语言来沟通，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哦。妈妈常常会说，你根本就不在乎家里的事，而孩子则常说，你总是说我不行。这些话往往会让对方情绪升级，而不是解决问题。相反，改成具体的情况和感受，沟通效果会更好。或许妈妈可以说，当我看到你没有帮忙做家务时，我会觉得有点累，因为这些事情需要我们一起分担。而孩子也改成说，有时候我听到您批评我，我会觉得难过，因为我已经很努力了。结语：学会表达情感与需求，是促进亲子沟通的重要一步。通过清晰、具体而且富有情感的语言，父母和青少年能够更有效地传递彼此的想法与期待。幽默能够化解冲突，清晰能够避免误会，而真诚能够促进理解。试着在生活中实践这些技巧，让亲子关系因为良好的沟通而更加和谐。